趁谁兵临，草木皆是刀光剑影。谁靠近，谁惊醒？黑白由谁来分明？殊途同归不同命。流血不留名，走遍了荒漠，寻找自我，在黑暗角落，光明磊落。安河流过谁的传说？最后谁又把谁一生埋没？我一跃而上，刀尖上的风浪，热血怒放，开出信仰。谁用梦想抵个宿命荒唐？我逆流而上，生死如天地苍茫。许久不见了，大家长。你怎么会在这儿？你真的要听苏晋辉的，要来杀我？大家长认为我会杀你吗？这些年，很多事情都变了。是呀，很多事情都变了，但唯独大家长的谨慎一点都没变。既然不是来杀我，那你是？我女儿说，收了人家的钱就要把你医好，所以冒的办法就来了。女儿，药王谷，温家，她是你的孩子。是啊，所以还得多谢大家长啊！若不是这一招，我还无法和我女儿重逢啊。当年你那么大阵仗，我想忘记都难呐。大家长，你醒了。神医，不错不错，看来你这毒已经好的差不多了。只是切记这几日不能过分动用真气，否则就功亏一篑了。原来那日神医用移魂大法来探究我的记忆，是为了从我的记忆里寻找你的父亲呢。话虽如此，不过也确实是为了治好大家长的毒嘛。你看，你现在也算是变回一个正常人了，咱们的钱是不是该……答应神医的自然都会给，但是我很好奇，神医究竟是如何医好我的？血漏一枝梅毒液侵入人体后，会顺着血液流过，毒到之处如万蚁噬身一般痛不欲生。我以移魂之法与大家长同感同知之中，我发现52丹穴、300双穴以及50个经外奇穴之中，有一处穴道得以幸存，那就是至阳穴。于是我就用了109根银针，将那血漏一枝梅的毒全部逼到了至阳穴。最后在至阳穴再刺一针，方将那毒尽数逼出。我也曾经这样想过，但是若那一针刺破了至阳穴，那结果只可能是真气大泄，毒发身亡。因此下一步是需要一个内功精湛之人，以手掌附至阳穴，将那毒给吸出来。所以这病最后救治之法很简单，就是以命换命。以命换命，杀客
克吗？我还以为大家长猜不到是他呢。我记得第1日我们进这猪巢的时候，大家长明明已经站都站不稳了，却还要在他面前保持着正常的模样，还和我说，要是见过他杀人的样子，便不会再对他放松警惕。可就是这个无法让你放松警惕的阿克，为你献出了自己的性命。他人在哪里？他已经走了。这条路我守了半辈子，无论何人也从未敢踏入半步。这猪巢的无声镇，何尝不是暗河中人的梦魇呐？此番回首，却也恍然。奎大人，在临终之前，就再陪我走完这最后一段暗河之路吧。柯叔，真的不等大家长醒来了吗？你和大家长之间的关系很好吧？就如你和昌河一样，了却恩怨，再无牵绊。对彼此来说，我们都未曾远去。真希望能像柯叔一样，有机会远离暗河，远离纷争，去属于我们的家园。墨鱼呀，大家长没有看错你，你是这一代暗河之中最有天赋和责任心的人。跟随自己的内心，你会是暗河的那一束光。我会记住柯叔的话。那个小神医一直喜欢这个猪巢，改成药府也好啊。他确实想要这处猪巢，但我怀疑，他并不是想要改成药府，而是想直接卖了。神医确实是个不错的姑娘啊。原来柯叔也会调侃人。在人生的最后一段时间，我不再是穆可文，也不属于暗河，没有这些负担。我忽然觉得，活在这世间也多起了几分滋味啊。无名声，暗涌动，归路于乱世求川河。天策隐，德性百家于此，他归去。无恩，无怨，无羁绊。阿爹，他们之间又有什么故事啊？他们曾经都是穆家的人，应该是好兄弟吧。后来，一个成了至高无上的大家长，一个成了驼背丑陋的看门人。大家长不是出身我们苏家吗？怎么哲叔说成穆家了？那就是另外一个故事了。木鱼，进来，我有话对你说。是。他们想杀我，无非是想得到这柄绵龙剑。为什么暗河之主一定要拥有绵龙剑呢？因为3家之上的提魂殿只认可绵龙剑，持绵龙剑者才有资格执掌暗河。提魂殿，那个掌管暗河赏善罚恶的提魂殿吗？提魂殿可不仅仅掌控着暗河的赏善罚恶，他还负责分配3家的杀手任务，以及掌管着暗河所有的财富。而绵龙剑，所以剑出无法回鞘。这一次3家精锐进出，必定要得到一个结果，而结果就是重新选出一位大家长。老夫纵横江湖几十载，没想到现在却要被人逼着退位。可暗河传承向来是以先代大家长指认继承人，我若认定了就选你，你当如何？我会另找一位继承人，再把剑传出去。
想带领你所有重视的人去往家园，过远离杀戮的日子。可是想要完成这目的，却又不得不在一次次的杀戮中活下来，真是矛盾的人生啊，苏沐雨。可正因为这样矛盾，让你的剑术越来越强。万幸之礼，最后一句话是什么？从此之后，你我皆是血亲，三姓同宗，生生世世都为家人。虽是血誓，却也终究抵不过权力和利益。你认为三家家主中，谁可担当此任？谢家家主谢霸，刀法绝世，性格豪放，颇有大将之风，但过于冲动鲁莽，不是领袖之才。穆家家主穆子哲，武功深不可测，心思亦是深不可测，统帅暗河不在话下，但是他性子过于阴沉了些。而苏家家主苏晋辉，是这几代苏家家主中最得人心之人，性格沉稳，赏罚有度，是沐雨觉得最适合继承绵龙剑之人。你推荐苏晋辉，不只是因为这个吧？听说苏家把苏昌河监禁了，你想在传绵龙剑的同时，以此为筹码，换出苏昌河？三家家主的性子，大家长比我更明白。至于昌河，就算没有绵龙剑，我也一样会去救他。很好，带上绵龙剑去找苏晋辉，就说大家长之位传给他了。可你需答应我一件事。你说。若最终别无选择，请握住绵龙剑，即大家长之位。但我还是希望你可以有选择。若连苏沐雨都别无选择了，那暗河的末日也将来临了吧？此事之后，我护送大家长北行，去家园。神医果然名不虚传，我感觉我身上的伤已经痊愈了。伤到筋骨至少要调养100天。苏沐雨进去这么长时间了，怎么还不出来？爹爹不是在这里啦，总想着别的男人可不行。头说要把绵龙剑带给苏家家主苏晋辉，尽快解决三家的纷争。临走时，交代了此行凶险，让我们在此处院落保护好大家长和神医。这个臭木头，竟然什么也不说，把我自己扔在这里。不是还有我吗？不行，想把我自己扔在这里想得美！我要去找他，说好的一直保护我，果然男人都是骗子。乖女儿，莫这样看到我啊！哎，对了，你不是想找沐雨那个小子吗？嘿嘿，我知道一条近路，不过嘛，先叫一声爹爹听听。好啊！哎呦！家主，华清啊，回来了。家主，他们这是……也不知道是哪个混蛋散播的消息，说是繁华死了，肯定会另立新的少主，都在积极表现呢。师兄尸骨未寒，他们怎么会轻信这种谣言？就怕是有人刻意为之啊！哎，华清，今日怎么这般狼狈？回家主，昨晚雨夜我去了趟苏家，看到苏昌河受伤被软禁了。家主，苏沐雨真的会拿绵龙剑去救苏昌河吗？哼，他苏沐雨不过是个无名者，有什么资格拿绵龙剑？更何况，就凭他苏昌河也配？启禀家主，苏沐雨带着绵龙剑出了朱巢。你说什么？苏沐雨带着绵龙剑出了朱巢？是，看方向，应该是朝着苏家去的。
通知穆家，就说苏沐雨要传剑苏家，此时便是我们夺取绵龙剑的最佳时机。是。家主，为何要通知穆家？哼，穆子哲不是也想要绵龙剑吗？那就得出一份力呀。华清，谢家弟子由你统帅。是。小二，这酒味道不错，叫什么名字？此酒名为屠苏。屠苏。老弟，这名字对他来说不太吉利啊。对我也不太吉利呀。哎，谢家来拦路了，小心。放心吧，现在暗河之中，能杀我的人还没出现。苏家苏哲。哲叔，沈一，你们怎么来了？我闺女不放心里，让我来为你清路了。嘿，行手礼的，交给我了。来。小丫头，差不多得了。靠！血！哟，怎么越说越还来劲了呢？哎。拦下苏哲，我去找苏沐雨。丫头，先打赢我再说吧。一起上，你留下绵龙剑。由我来路，鬼杀莫行。嘿，我不管绵龙剑为什么会在你手上。既然让我遇见了，那就把剑留下吧。回去告诉谢老爷子，现在收手，既往不咎。我听说过你修炼的是拔刀术，讲究刀出刀回，便得因果。拔刀术，变回。收揽过雨水，便可成剑。小沐雨，往前行，不必回头。大家长将绵龙剑传给苏家家主，自此暗河大家长之位由苏家家主担任。你不拔剑，那么就由我来拔吧。生见慈灵，死见阎王。单凭你一人想杀我，未免有些可笑。周家主，你究竟在想什么？此刻只要我们二人出手，这场战斗便可以结束了。他把我耕地的木锄都弄断了。这是兜率宫中闲置的耙子，就用这个打理豆田了。9尺。难道卞庄就是今后的天蓬元帅，西天取经的二师兄？只云在水面摇摇晃晃，而我
在江湖飘飘荡荡，离合悲欢一如青山茫茫，一叶扁舟渡过江河彼岸。是谁潇洒一路独闯冲破魔障？是谁潇洒狂笑醉到那江湖梦不断？写到剑到哪一条道会更逍遥？无情游戏一切付。